你好啊，王太。下午好。这个事情困扰了我3年了这么严重？对，就是关于大马人如何看待大马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没搞清楚，一点都搞不懂，一点思路都没有。第二呢，是也不知道会不会讲到什么敏感的，我们就想找你来讨论一下吧，因为不讨论我也解不开这个结。我也不一定有答案，可以说一说。行，那我们就现场讨论是这样的，大马人他们有一个思想，至少在我们的观众中，很多人有这个反应我是一直搞不明白。是吗？说来听听。就是每次我们讲觉得大马哪里好有不少人跳出来说怎么是这样的？原来真的是这样有些是忘记了，他会说谢谢你提醒我们生活中的美好，我们这些平凡的东西真的有它感人的地方。有些人呢是怎么讲？他突然惊醒，他会觉得说，你不说我都这个不知道，你这么一说，好像大马是挺好的。对，但很多人给我们留言会说，以前我们说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在 community post 的一些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了，说我们被马来西亚人感动的时候，他们会说这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对，没有想到在你们看来，有的时候会引致我们热泪盈眶，或者说是会长久的激励我们，说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回到我们生活的国家，我们也要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会觉得说，人不就应该这个样子吗？但是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鞭策。对，更有些人呢，他是不知道，因为他通过我们讲的进行对比，他会说，那么看起来我们大马做的还是挺好的，对吧？还有些人呢，他是人间清醒他会说，你看我们大马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这2位博主说的，知道了吗？这个事情就一直让我觉得挺奇怪的，尤其是做了视频以后，我在想，大马真的挺好的呀，为什么大家会不觉得呢？这里面有2件事情第一就是为什么大家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观察会不会有偏颇。我首先问你，那我们讲的是真实的吗？你觉得就是说真的有，就是说我们表达的是我们观察到的大马的这些好吗？还是说我们讲的虚假？我觉得都是真实的，然后那些community 里面的 po 文也是真实的记录。我自己我们2个写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边写边感到心头一热，或者说眼底很湿润。就可能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可能本人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敏感体质，所以这些事情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我都真的是觉得感动，所以100%保证真实。至于有一些人有的会质疑我们的动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但只能说懂的人自懂。有的人会说你们懂的呀，这些人到马来西亚来就是讲马来西亚好，就是正流量嘛，都是别有居心的，什么舔狗就最近还有的特别多，你知道吗？对，这个话好难听尤其是舔这种词，我觉得有点恶心，知道吗？像我们这年龄都不会用，因为这种词在我们中国看到太多了，官媒也会这样去说嘛，所以大家就看样学样嘛。对，我觉得吧，一个是我们又不卖你房，对吧？我们也不卖你第2家园然后我流量能有多少钱我们顶多就卖一些鸡腿给你那也是提供产品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对吧？我们不是强买强卖，然后我们也是做跟着良心在做事。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我们是站着把钱给挣了，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觉得。不至于我们不管是做 YouTube 还是做我们的 Oka， 我觉得都是大家凭良心在做事的，都是很正大光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讲的真实有2重含义，第一个就是它是事实，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对，而且我们感受到的事实对吧？对，第二就是感受层面，就我们真的是这样感受的，舒服和不舒服都是一些我们真实的心理的活动，所以我们才强调说我们有可能会做的有偏颇，有可能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只讲的叫个人的真实的，我们不是一直这么说吗？对。好，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关于我们的，我们再重申，那么就有意思了。既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个人看到的事实和我们真实感受，为什么很多大马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不是觉得说像我们一样看到会感动，或者说已经有很高的这种自我认识我们这个真的是做的特别好，在世界上都做的特别好，我们人很善良我们这个人情很温暖
为什么还会看到我们会有一种惊讶和反转哦？我特指大马人啊，这个小粉红啊，或者来骂我们的人就已经不谈他们了。觉得他们马来西亚人的底色就是善良的，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觉得这个事情跟善良有关系？是啊，我觉得他祖祖辈辈里面的教育里面就告诉他，人之为人，我就是要这样的待人处事。比如讲说档口里面做东西就是一碗一碗出，不存在说我这玩意儿要预制，然后你来了我30秒就给你上，我这玩意儿就是服务好。他不是，就是他们遵循着我们其实所谓小时候说中华传统美德当中的这些美德，他们很多人都在坚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去做。他们因为太普通太寻常了，就是他们的生活的范式，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 highlight 出来。而我们生活在的上海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竞争的这样一个激烈，也许是因为房价的高企，大家生活的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在追名追利的这样一条道路上面狂奔的情况下，难免动作变形，很多事情就不会再去做了，对吗？不一样。其实我这个已经听出了很多的意思哈。第一个呢，大家啊就是遵循着礼义廉耻这种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把它维护的很好。第二呢，就已经是变成一种习惯了，就以你讲的档口就是要新鲜的现制的，一碗一碗煮给你吃的，这个我们特别有感触。因为来了以后，你碰到这些做生意的老板，总是问他说，哎呀老板你为什么不开连锁啊？为什么经典的问题，几批一起煮啊？你为什么要1周休2天啊？难道赚钱不重要吗？这个赚钱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后来我们都发现一个事情，就他们是出乎于几乎是本能反应的说，不就应该这样做事吗？对，他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一个什么哲理啊、故事啊，什么一个奇遇恩典的经历啊，让他对他只是告诉你说，不就是这样吗？或者像有个观众说我说我是这种叫反思怪，就是你想了很多根据什么经济学原理啊、商业，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样不好吃，对吧？一批煮不好吃不新鲜的，我的顾客吃得出来的，就简单 common sense intuitive。 对，就是大部分人他对钱他有一种相对淡然的态度。我这里说的淡然不是说他们不爱赚钱，就是你会发现他们首先赚钱，他们是大部分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居多，他们也不是大富大贵，做的这些事情自己做的小生意也是很辛苦的，可是他们好像在很多细节我们会斤斤计较的细节上面，他们是特别的大方。比如讲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厨，你会发现用料，对，用料也就算了，就是他有时候他会观察他的客人，他通过他那个透明厨房观察他们可能喜欢什么，或者说他们是在庆祝什么样的场合，他就会很贴心的，比如说生鱼片他会多加一点，或者某个饭上面的一个 topping， 或者饭后送你一个甜点就是 make you happy make you comfortable。 对，他不会计较说这个东西我的成本肯定是又高了，对吧？然后包括档口的老板也是，你看我们去吃的时候，那个猪杂汤的老板每次去会送我们一小碟，当然也不是次送，但是对那个场合总是你会觉得心头一热。尤其上次你父母来，他说哎呀爸妈来了，对，我们4碗猪杂汤上了以后，他又端来了一个他自己上次告诉我说3、4点就要起来炸的那个猪肠，炸的猪肠，对吧？对，这就是很温暖。你这个有意思啊，说得通，而且就可以用善良来解释，也可以说明那他们是自己没有觉得的啊。对，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挣钱的话，还包括虽然钱很重要，但是他们愿意用一些自己的这个钱，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他们的真心，他让你感受到说 hospitality。这个是真的。对，我觉得这和道德有关系。当然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很多和背后的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个土壤啊，这个对人的一些宽松啊，没有这个中国各种各样的折腾啊，都是有关系了。对。可以解释啊。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解释，就是你看我举2个人啊，一个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小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大马，对吧？但他现在也都只会说英文了，去澳洲生活了。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去聊，问他为什么离开的时候，他好像有谈到过，哎呀，既然马来西亚怎么样，那他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然后对他有说到说，因为他的爸爸是华人，然后他做生意也非常成功，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法律的一些规定，他们必须要有马来人这个持股还是怎么样，所以他爸爸从那个时候起就让家里面的子女上的都是国际学校，是把他们送到国外去。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孩子能够走出马来西亚。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成年子女他们到了像我们一样的40几岁年龄，就从澳洲从事非常好的一个医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职业，然后毅然就是回到马来西亚来生活，包括把他们孩子也带到马来西亚来生活了。就你会发现说，首先他们父母现在还是生活在马来西亚，他们还是觉得马来西亚挺好的，然后他们回到这些子女回到马来西亚生活，也觉得马来西亚挺好，就他们过的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态度，他们也是能够接受不完美中的一个相对的安定，还有安居乐业。它是一种重新接受，就是他能够看到大马的底子其实还是很好，对，生活还是舒适的，对吧？对。那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有不满的，就像我们的观众啊，最近有个人跟我留言，我也没法说什么。他说大马确实有很多不完美的，意思就是他以前做生意啊碰到过不公正的情况，他的生意受到一些影响，他也列举了大马的一些官员，这是顶层官员贪污的这个情况。那他呢也承认说，那看到你们的视频以后，他也发现大马有不少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很真实了对吧？你不能说任何一个制度没有这个全是完美的，没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那个也不现实。但是他能通过这个呢，又看到自己国家好的地方。是的，我其实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以前是在中国搞法律的嘛，不管是以前在律师事务所，还是后来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老实讲说，我经历了很多暗黑的事情对，真的是也看暗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在中国的话是很无奈的一个选择。包括最后我现在不工作了，不再从事法律职业，很多也是因为我是彻底绝望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观众说的这些故事，我们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频率或者说是普遍性是更胜一筹的。对，我觉得关键在于你在这种制度下，是否还有人能够发声，是否还有像你们做法律的讲究就是 justice 这个字嘛？还有没有正义在，能够追寻到这个公正吧？就他对，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救济权利途径的这个一方面另外一方你就发现说马来西亚它有一些松散的这个管理，或者说一个民主的氛围，它就不是像我们这样把什么东西都管死这个大政府的概念，它是相对比较小的政府，它也就造成了这边有一个所谓全民皆老板的这样一个从商文化或者说你会发现社会的一些这个网兜的这个缝隙之间还是有生存的空间这一点就是很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比较独特的，能够让人能够去野蛮生长，然后最后也能够活得很好就是你即使失望你可能也可以温食，对吗？那个词叫温食，你也可以温食玩死，毕竟它有比较低的房价，相对比较低的房价，然后它对国民它有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对吗？可以再来重新认识。对这是一类。还有一个呢，像我们的大厨，你发现吧？他也是年纪轻轻就是10几岁读书的时候就离开了大马，对，去了新加坡20几年。他也经常跟我们讲Welcome to Malaysia 这是一个这是他印象中的大马嘛。凡是我们讲到一些抱怨的，他就 Welcome to Malaysia， 对吧？对那你看大马就是这样子他也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很多他所不认识的大马，你发现吗？对，就是我们对大马人居然也有这种帮助对其实他嘴巴上面他要去黑他说不可能吧，你这是运道好吧但是他有跟我们讲说，他说做了欧卡之后，他发现说这么好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因为你看我们的顾客，他们有的时候会给到我们的一些支持，有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自己送货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送一些额外的东西，有的时候送的东西比他们买的东西价值还要大得多也会捎上他嘛，给他们店里送一些什么东西对，然后关照好这个是给大厨的然后这都会想到他然后因为吃了欧卡还会来到他店里面来光顾，对吧？你就会发现这个善意是 extend 到很多地方方方面面。然后逢年过节，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就是快递到店里面，就送一些礼物给到我们。那有没有改变他对大马的看法？他就是说做了欧卡之后，他会发现说运气变好，真的很善良你看也是改变他了很多想法。当然他偶尔还会说我要刚去Malaysia，但是而且我发现就大叔他吐槽归吐槽，他自己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也是很典型的，就是马来西亚很善良的人。
比如说今天早上他还在教育我，他说供应商的东西有的时候经常供应商他处理不到了，他有压力，你不要去压价，就是对，他说他就会买下来。我就很中国人的思维，我说他要你帮他消耗库存，你就应该问他要个折扣嘛，没有9折我也不买嘛。他非常很认真的就是教育了我，他说没有啊，人总是要相互帮助的嘛。说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也要去帮他嘛，这样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帮我嘛。你还没想到对吧？人总会有紧张。对，我说不是在商言商吗？有供应商能有什么困难？你说给我听一下。对，我说供应商怎么会有困难呢？真的，因为以前可能在大企业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压供应商。对，你知道这种思维真的很毒害人呢。但是你发现这边他很淳朴的，我们大厨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他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他想的还是说，真的是 win-win。对，这天然的。他不是说我到了财富自由了，我开始考虑要 win-win， 我要回馈 community。包括你知道，大厨他们家也是一直在做乐捐的。对对对，我们每次做乐捐总是大厨是超级快的就响应，对不对？对的对的，长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你看这个在中国是些比较大的公司，就做的比较成功的，他才意识到，对的，像那个 OPPO 他们的企业文化就叫做厚道，就是说我要跟供应商共生，我给你们留一点利润。或者怎么样？这个好像就像他这样是天然。对，你看我们这种是到了企业，当时我记得是高管的时候，然后公司送我去学那个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icient People，这里面才知道说什么 win-win 啊这种东西。你看人家不要学，天然的 naturally 他就是这样想的。就把这几种情况啊总结起来，我觉得可能确实大马本身的土壤、水土还有人都比较好，大家自然奉行着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很多人呢没有意识到。那同时啊，也有人可能是对过去对社会现状是有一些不满的，那通过我们这个呢又相当于是另外一个面向，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大马，并且他看后他觉得说好像也是真实的，那我可以重新评估一下。对，像我们大厨就有实际看到了，然后自己也盼到好事发生，就像我们经常给别人送好事发生这个字样的。当他相信这个事情以后，运气也变好了，对吧？这个能够碰到这么多的好事情，我想他的心里应该也是暖暖的开心的。对对对。那我们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做视频比较大的意义，我觉得。对，就我觉得比较大的意义就是说，人总是要怎么说，叫选自己所选，爱自己所爱嘛。因为我们一旦是3年之前做了这样一个要来马来西亚生活的决定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不断的温故而知新，就是真的要非常珍惜在这里的生活，你才能够就是说更长久的享受这里的生活。不是说要去维护自己3年前做的这个决定，而是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这个决定给我们带来多么多的人生的快乐，然后多么多的这个人生的改变和反思，对吗？然后你卸下很重的这个防备，然后就活得像马来西亚人一样的这种所谓的人性本善的这样一个信仰，你去做事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可以做下来。因为我完全不能想象我们 OKAOKA 在中国是不是能够活下来，而我们在马来西亚竟然就做成了，你知道吗？我真的非常感恩在这边，所以经常要温故而知新。你觉得已经做成了是吗？我觉得1年多活下来了，应该说活下来了。对，我们现在还能够去开发一些新产品。对对对，我觉得在中国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我看你今天把那个包装也做得美美的，我觉得也确实是挺好。给你注意到。还有一点呢，我在想，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说明大马批评自由嘛，因为你不好的东西或者相对负面的东西，对吧？你说得出来，看得到，你还可以 follow up。因为有些人呢，他是更加关注这些负面的。他说你看新闻又报了，怎么不好啦？哪个政客变成政棍啦？什么地方有贪污啦？他比较关注这个呢，他会觉得你看我们大马市还不够好，但他可能忽略了能看到本身，这说不定也是好的。你不会说看到什么都是好的，然后强行告诉你好上加好，什么都是好，赢上加赢，双赢。对对对，又赢了一次。对，你还会发现说马来西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一些观众，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包括大厨啊，他自己开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去杜绝这种文化，比如大家说的什么包文化这种东西，对吧？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讨厌包文化，然后又成为包文化的一部分。至少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坚决的对包文化说不的。你会看到，也许他们说了不之后，他们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更多的时间成本去处理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不就是很珍贵的地方吗？你不能既讨厌着这个，然后一边又很积极的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但这个和就是他们没觉得大麻完美有什么？对，他也在做的他自己微不足道的这个改变嘛，他不让他继续恶化嘛。哦，就有些人他其实看到缺点，但他心里是清楚的，就是他在改善的过程中，对吧？对 ，optimizing， 对他自己成为这个 optimizing 的一部分，你不觉得这个很厉害吗？哎，这又重新理解了你有一次说一个洋人生活在大马，觉得大马的 kindness 是一种 optimizing，这就可以解释了，因为你持续在进步，就相当于精进就是一种善嘛，对吧？哎，有意思啊 ，OK。对，就你会觉得家国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哦。这边更多的人是想要怎么把自己的人生过好，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社区 community 好像让大家温暖一点，就可以邻里之间的互助啊。包括我说的就是对包文化自己自发的进行一种抵制，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好，可以得出结论啊，不完美啊，其实好像并不重要，但是呢，批评自由，而且呢，底子很好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幸运、让人感到感恩的事情。对，祝福大家。对，而且就是见贤思齐嘛，你要是觉得你自己都是 preoccupied 的，我们自己最棒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步呢？我知道你说什么 ，Thank you。拜拜。